虽然说不能用现在眼光去评判一个20年前的老玩具啊，但是人家在20年前可以做到一个双形态超高的美型度的同时，也有着超高的还原度，而且还加入了一些锦上添花的弹射玩法啊、联动机关啊，还有这个声光的玩法。那么如今你做这个众筹的玩具啊，你有了更多的这个玩具参考，你有更多形象参考，你有更多的这些影视物料之类的去支撑你做这么一个玩具，你去做成那个样子，你还需要把本体的火焰擎天柱牺牲掉它的一些美型度，牺牲掉它的一些好看的地方，你才可以做到还原一个超级形态。那你是不是整款玩具这个平衡就没有做好？嗨，大家好，我是时代。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就这一款 Super Fire Convoy 火焰擎天柱 Fire Convoy， 它是来自 Takara 制作于2000年4月5号至2001年1月17号的 Transformer Cardbot， 美版呢也是称呼为继承人战记。大致内容就是火焰擎天柱领导的团队维度巡逻队，从遥远的未来穿越到2000年，对抗同为时间穿越者的强元兽 Destronga。后来 Takara 推出漫画等其他 G1 作品也是确认了 Cardbot 系列是属于日系 G1 宇宙的。那火焰擎天柱并非是 G1 动画里擎天柱本人，而是一个不同于擎天柱的独立个体。按照 TF-WIKI 引援影天行 Ascubecta Prime 问答的说法，影天行也声称火焰擎天柱也隶属擎天柱议会，它是逆转擎天柱、白狮擎天柱、银河擎天柱的同伴。火焰擎天柱也是在擎天柱议会的要求下与强元兽对抗。那么火焰擎天柱的玩具也是请大家比较熟悉的信日佐治老师亲自操刀设计。那么得益于玩具与动画设定是同时进行的，设计玩具时机设师也会介入兼修，这也就成就了火焰擎天柱的还原度可以在动画与玩具之间做到了均衡，并且玩具设计继承和延续了戴亚克隆 Cardbot 的橡胶轮胎，让玩具整体的质感得到了显著提升。那么这边插个题外话，在玩具消防车的后半段云梯的一侧的操纵平台上，是可以正好坐入一只戴亚克隆时期的卫星小超人的。这其实也验证了玩具是有去传承致敬了戴亚克隆汽车机器人玩具线的，也算是一种回归原点的设计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整体盒子的一个表现啊，也是比较巨大的包装，非常有老物风范，很浪费包装的一个设计。然后这边插个题外话，当时是有发售过是以车型的形态放在盒子里进行贩卖的一个版本啊，这是当时贩卖的一个1版。然后我们这款纸质包装并没有开窗设计，人形放置的是当年发售的2版啊，但是内容是和那个车型包装的是一模一样的，但也不算是再版啊，也算是一个别的盒子一个发售的版本啊。那么先来看一下整体的包装吧。那正面就是这般比较大的一个照片的圖片呢，然后スーパーファイヤーコンボイ、炎の司令官、炎之司令官啊，然后侧边差不多就是这样，有一些联动的一些介绍，还有一些玩具的玩法，然后合体啊、超级模式啊，然后背面就是这个样子啊，还是比较帅的。然后这边是致敬老玩具嘛，有这个大乱斗的这个画。然后顶部差不多就是这样，可以发光，还可以说话。底下就是些注意标识之类的。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整体车型的一个外观啊，还是比较方正、比较好看的一个消防车的一个载具的形态啊。整体大小也是比较的可观，这个体量还是很不错的。那我们可以先拿近期比较热门的这个86柱子来进行一下对比啊。这个车厢我也是不知道放哪里去了，这个就先不拿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整体这个大小的话，差不多也是现在一个 C 级的一个大小了。不排除其实现在 C 级是也有在变小。我们来看一下车头的一个表现吧，车头表现差不多就是这样，比较漂亮的蓝色车窗，然后这边可能是因为有年代久远有氧化的关系啊，一边窗户是蓝的，一边窗户有点发绿了，有点发黄了。然后这边看到车牌，动画里车牌其实是有 C01的一个标识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出版的玩具是没有做出来，但是在后期的一个再版里，它是有把401给你重新的印上去了。那么来看一下整款玩具的一个侧面啊，侧面就是这般，蓝色的车窗点缀是非常的漂亮，这个造型还是做的很不错的。还有一个消防厅，赛博特龙汽车人，可以着重来看一下它这个轮胎啊，它这个轮胎上面其实是有一些的文字的标识的，一个电镀轮毂，然
然后上面是有 Fire Convoy 火焰擎天柱的标识的。在车半段前面的卡扣其实有点卡不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中奖的缘故。后半段差不多是空的，因为动画里也是空的。然后是合体装搭一个头部，这边也是充当一个水枪的作用啊。然后整体上边的细节刻画还是比较到位的，银色涂装加上网格的细节刻画也是比较到位的。然后来到后边就是这般一些涂装的点缀，然后这边侧边跟另外一边其实也大差不差了。然后这边着重要说的一点就是在操作台的部分，前面有说过是有致敬到戴亚克隆，那么这边也来演示一下吧，因为我没有戴亚克隆的小人。当时新宇佐治老师在设计 MP24 的时候，也是专门把这个智者战士，智者战士的尺寸是设计成跟这个戴亚克隆的小人是一个尺寸的。我们坐到这个驾驶舱，把这个手抬起来一下，但因为这个小人是比较方方正正的嘛，所以可能导致它是有些地方嵌不进去的，因为当时微星小超人的这个小人是比较细胳膊细腿的，没有这么粗，所以只能稍微的做个小小的代餐之类的，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云地部分也是有保留一些联动的玩法的。我们按一下这个红色的按钮，可以把2个水龙头给弹出来，可以去救火。然后后边是有这么一个拨键的，把摁下去之后，就4门炮就可以刷刷刷抬起来了。这边也是日版跟美版的一个区别啊，美版是一个个抬，但是日版是4个一起抬出来的。差不多就这么一个情况。好，那我们整体车型的一些表现就差不多可以介绍到这边了。然后这边还是有一点声光的玩法，我们也来操作一下，摁一下这个红色的小按键啊，是有警笛的声音了。好，差不多这就是几乎所有的音效了吧？啊，是的，已经开始循环了。然后整体车型差不多就介绍到这里了啊，我们可以开始它的变形。サイバートロン戦士トランスフォーム。那么也是变成了这个人形的状态啊。首先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样子还是做的非常的不错的啊，和这个动画的 CG 建模还有这个线稿也做的比较的还原啊。特别是这个面雕，就是让我不禁的想到这个众筹系列这个大猪逼的脸呢、这个 Evil Fusion 特有的把尖下巴变成圆下巴，所以也是趁着众筹还没出的时候出一期这个老物的视频啊，缅怀一下老朋友。因为我小学那会儿是看火区的视频嘛，也是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 Car Robot 系列，当时觉得这个擎天柱好奇怪，为什么擎天柱变成消防车？然后也是火区带我入的坑吧，当时是在优酷上看的。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整体的可动一个表现啊。首先它的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连接，但是可能会动起来有点奇怪，因为它是连在脖子下面的，并不是脖子上面连那个连接像高达一样。向上抬，低头是有一点点幅度，然后头部360度旋转没有问题。然后猫耳朵这边是一个两边是连在一起的机关设置啊，所以是可以两边一起向后抬或者向上抬。我一般就是还原动画的往后抬一点点。手臂的话旋转360度没有问题，然后手臂平抬，因为变形的需要嘛，它手臂平抬差不多是可以抬到一个90度没有问题。手肘的这个平转也是有做到360度平转的，然后手肘的平抬也是可以到达接近90度啊。拳头是一个球形关节的设置，然后差不多左右旋转
做一些微微的调整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腰部也是有旋转设置在这边的。不小心摁到了。然后把腰稍微其实可以，如果你想有弯腰的这个可动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的把这个腰，因为变形的一个机关的缘故，它是可以抬起来一点点的，然后就可以达到一点点的这个弯腰的可动啊。虽然取而代之就是它可能会缩脖子，还是比较奇怪的。然后下半身表现就是前踢90度稍微不到一点，然后后踢的话，把这个背包往后抬一下，后踢差不多也是90度左右。然后侧踢的话，因为这边是有这个侧倾下来的阻挡啊，你是可以达到差不多60度左右。屈膝的表现也是90度，然后甚至还可以有点反曲啊。脚踝就是一个球关的设置，还是可动性还是比较高的，接地性还是比较的不错的。那么可以拿出刚刚从车头上面取下的这把手枪啊，也是可以正好插在康宝的手上。虽然我觉得这枪是有点小气了，但好像距离也是这么小的一把。那这边可以延伸说一下，因为是照顾到了合体嘛，所以它是可以拉伸出一段蝴蝶关节的，然后就可以让你的手，让康宝的手往前打一点，也可以往后打一点。往后可能因为是要变成车型嘛，就往后夸张一点，往前这么一点也是够用嘛，也是可以摆出一些比较帅气的姿势，比如康宝这样设计啊，是吧？哇！我觉得老物理它的可动关节是非常的不错了，但跟现在比可能是差点。然后整体基地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感觉其实还是很牵强的这个形态，感觉不太像基地的样式啊。然后这边是有各一门炮可以左右的旋转，然后这个头盔上面的2门炮也是可以旋转，也是变形的需要。然后整体来看一下上面的部分，就是整个炮台的部分，然后是把整个的2片给张开来了。比较意义不明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有什么作用，可能是动画的一些设定嘛，我这边不是很了解。然后一些细节的刻画也是比较的简单啊，毕竟是这么老的一款玩具，也原谅它吧。然后这边就是刚刚有提到的这个戴亚克隆的小人，其实是可以做进去的啊。这验证了 Caribou 时期确实是有致敬这个戴亚克隆的意味在里面呢，确实也是回归原点的作品，是吧？有了这个微型小超人，让整个像我这死的啊，你就当他的微型小超人嘛。有了微型小超人之后，让整个作战基地更有这个互动的感觉了，更有作战基地的感觉。因为作战基地总不能是无人的，对吧？啊，把这个史达放一边去啊。这个 MP 实在是太松了，就不太想介绍它。然后这个作战机就简单介绍到这里了。因为确实没什么好聊的，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造型，而且对我来说，可能这个也是个虽然距离有出现啊，但它的造型实在是过于奇葩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它的 Super Model， 把超级形态这个角翻过来，其实可以还原出剧中的一个导弹的一个武装的形态。这边也做个补充，刚刚是没有讲到。整体上看起来还是比较匀称的一个身材啊，和动画的里面的形象也是比较的接近。可能表现是和普通的火焰康宝是一模一样的啊，并没有因为套上这个盔甲之后有比较大的变化。那唯一感觉不是很好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大腿的这个齿轮关节啊，因为它这个齿轮关节它设置的虚位比较的大嘛，再加上这个齿轮地方用的材质比较的软啊，导致可能有些朋友因为这个年代比较久远啊，它这个关节的把持力度会不行。然后导致它会劈叉之类的，这都是有风险的。但我这只其实还好，并没有遇到非常松软的这个齿轮表现的诟病啊。拉近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细节，首先看这个头雕啊，这个头雕还是比较的帅气的，闪闪发光的电镀的这个天线，
然后眼睛也是一个橙色的电镀啊，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那头部下面是一个球形关节的连接，上抬和低头都是有一点的，然后360度更不用说，这个天线也是可以往后打的，这也是变形的需要。然后看到胸口就是这些细节的装饰，然后这个裙摆之类也是可以往前抬一点。然后胸口这边是有像那个狮子擎天柱一样，它是可以翻起来的，然后看到里面的一些细节的，然后背板还有一些细节的刻画，还是非常不错的。老玩具还是比较良心的，那也是如愿以偿，能收到这款童年的怨念物，玩起来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款玩具无论是车型还是人形，都能达到一个很不错的分数，再加上锦上添花的弹射和声光的玩法，也是让我很爱不释手。从以前优酷上看火区他们这些博主介绍变形金刚玩具的视频，到现在自己介绍玩具的视频，也是感慨万分。好的，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就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